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又来大山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房屋了。今天所到的这处地方呢，是一个朋友以前在这边开厂所办的一个场地，有10多间的这个加工场地，加上很宽的一块地将近是有3到4千平左右。然后整个加工厂这边呢倒闭了之后，这边也没有用，所有的房子都快已经是倒塌了。我的朋友呢知道我最近2年都在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，想建一个小院，类似于农庄之类的。他后面就告诉我他这个场地还比较合适，我也是和他了解了一下，他说这边是建了将近有30多年的时间，然后整栋房子呢都荒废的差不多了，自己呢想在这边再去经营，再去做点什么，又没有能力，没有资金了，所以呢他就说让我来这边看一看，看能不能一起合作，把这个场地，把这些房子给利用起来。那我们现在就转个镜头一起来看一下。它这个场地呢，距离主路将近是有80米左右。这是进入场地的一条小路，没有做硬化的，但是呢，之前是铺了一些沙石在里面。然后这边都是以前加工场地的房子，可以看到破破烂烂的，整个房门好多地方都没有了。然后屋顶上盖的也都是石棉瓦，日积月累这些石棉瓦破损的非常严重，整个屋顶全部都漏雨了。这一排过去将近是有10来个房间左右，每个房间将近是有12到13个平方。然后这边呢是以前加工的一些场地，也是一排这样子过去，将近也有15、16间。从这边目视看了一下，将近是有差不多接近70、80米左右这样的一排房子过去。上面呢也都是盖的石棉瓦，底下呢是砖结构的房屋。然后这个场地非常的宽，将近是有3000到4000平左右，上面呢还有一些空地。交通是非常便利的，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是有11公里，距离镇上有2公里。场地的外面呢还有一处鱼塘，现在那边呢也是长满了杂草，这边用水用电也是非常方便的。然后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场地距离城里又没有多远，把它开发作为一个农庄倒是挺不错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整个3、4千平的开发建房，装修估计要不少的钱。一个农庄做下来的话，就是好几十、上百万的一个投资。那这样的一个投资，在一个5、6线的小县城，到底多久能够得到回报呢？所以我来到这边之后，我看了这样的一处地方，我也是没有把握。确实多走走，多看一看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走到下边，还有好宽的一块平场，去看一下。这边呢，只是一小部分。当时这个朋友在这边买下地，建了厂房，还有设备，总共是投入了600多万。现在呢，已经荒废了，所有的设备呢也拆了，卖掉了，剩下了这样的一些砖房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呢，是以前厂门口的一个值班室。这边呢，以前还是住的有人，破破烂烂的房子了。现在呢，旁边都是长满了杂草，大门口呢也被这样的杂草给笼罩着。刚才我们说的，就是上面的那块场地，从这边走下去呢，还有一块，我们就把车开下去，待会儿呢带大家一起看一下。已经把车开下来了，这边呢也很宽，也是一整排的房子，上面也都是盖的石棉瓦。
用砖立柱做的房子，没有隔断墙的。以前呢，里面都是一些加工的设备，现在设备呢都已经全部拆走了，太可惜了。像这样的一处地方啊，继续给他投资，做一个农家小院，大家觉得多少能够做得下来啊？心里没底啊，太宽了这块。这边呢，全部都是当年他买下来的这些土地，然后底下还有一处鱼塘，长时间没在这边了，也没管理。鱼塘里面呢，也没有蓄水，都干枯了，里面是长满了杂草。这里啊，还留了一块空地。其实啊，这边距离马路是很近的，从这里啊都可以听见车流的声音。整个厂房这边啊，现在是破破烂烂的，上面的这些立柱还有横条，长时间被雨水浸泡，木头啊全部都腐烂掉了。熟悉我的朋友都清楚啊，这2年我一直都在改造房子。实际上我个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想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场地，有个3-5亩或者10来亩地的那个样子，然后呢做一个农家小院，类似于农庄的那个样子，可以吃饭，可以聚餐。然后呢在房子的旁边还会种一点瓜果蔬菜，养些鸡鸭鹅，甚至于养些小猪小羊之类的，可以供给本地或者外地的一些朋友过来聚餐打卡，这方面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农庄。之前啊在改造清水江边的房子，我就说过我想做一个共享院子，这样的一个院子呢，让大家去投资，然后大家自己动手来做，甚至于我们的资金不要太大，我只要把场地给弄下来，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做，打造这样的一个院子。以后呢大家在这个院子里面可以种上自己喜欢的瓜果蔬菜，可以养殖一些产业，可以在整个院子里面呢去赚钱养活自己。然后呢在院子里面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小房子。其实啊我的理想是这个样子的，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做。那今天看到的这个场地啊，确实还挺不错的。这边呢用水用电距离城里面都是非常的不错。但是呢和这个朋友的交谈过程当中，他就说啊，当年买这个地花了太多的钱，如果我想再做的话，那可以不收我这个费用，但是呢所赚的他要按着7:3的比例这样子去分成。我就在想啊，如果是按着7:3的比例去分成的话，那我整个这个农庄院子投资下来的话，最少都是上百万左右。那投资下去，那所产出的这个回报可能就比较慢了。那我一下子啊就心里就没了底。也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，你们是否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留言，把你们的想法打出来告诉我，也给石头多做一些参考，好不好？那可能这个时候朋友们都会说，怎么不去租一块地，然后自己重新建房子呢？其实啊这也是一个方法，但是呢租这样的地啊，只能是在大山里面交通不便利的地方。想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租或者买这样的一块地再去建房子，现在政策啊是不允许的。以前没有建房的，现在啊就不能再去这样的土地之上建房了，只能在原有的老宅老房子的基础之上去重新的翻修改建。
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场地啊，以前建的有房子，现在给它重新改造也是一种方法。但是呢，刚才也说过，这笔投资啊确实太大了。如果去哪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小山头租一块场地建房子，那整个交通呢又太不便利了。所以呢，这也是我这2年啊一直没有定下场地，比较纠结的一个地方。我在想啊，这个场地既然来谈了，还是想和这个主人家呢谈一个大概的合作方向，看他的意见究竟如何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的，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是石头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